就是 AI 时代人类对模拟一切最有力的反击。就在昨天，2026年1月25日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了台北101，没有绳索，没有安全网，508米垂直高度，再一次用肉身对抗重力，全世界都在看直播，屏住呼吸1个半小时。我仅仅在 Alex 在楼底下开始手搓眉粉做准备的时候，情绪就开始燃爆，脑子里就一句话：这他妈就是 AI 时代人类对模拟一切最有力的反击。今天是谈归进化论的特别篇，这一期我们不聊孩子，聊我们自己。就是这台北101一役，我想跟你探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 AI 可以模拟一切的时代，什么才是人类真正无可替代的东西？如果你看过《谈归进化论》第1季第1期，你应该会记得我带女儿去越野跑的诸多场景。那时候我对大家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AI 没有身体， ChatGPT 可以写一篇关于痛苦的散文， Sora 呢可以渲染出最逼真的摔倒画面，但他们永远都没法感觉到痛，永远都没法感觉到体验到摔倒时候重力的不可协调不可撤回。有人可能会说，现在的机器人不是也能在野外自由的活动吗？是的，但是机器人感受到的是传感器的数据，而人类感受到的是痛苦、恐惧、心跳加速那种生理性的不可撤销的真实。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人和 AI 在具身感知的层面是彻底隔离的。而 Alex 昨天做的事情，恰恰就是对这个概念最极致的诠释。当他在几百米的高空用腿勾住建筑的外墙，甩手补粉休息的时候，楼下的观众一边看现场，一边可能还在刷着 Sora 生成的天马行空那些幻想视频，但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清楚，楼顶的 Alex 不是渲染出来的，这是一条真实的命悬在那里。手指被建筑外墙边缘割破的疼痛是任何算法都无法生成的，在这个高度面对地心引力的恐惧也是 token 训练不出来的，这就是肉身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我们通过新闻的视频初步理解了后呢，他攀登壮举的这个表面，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一定需要用肉身来感受呢？因为人的存在，它并不是我在执行目标，而是生命在通过我涌现。中国道家有一句话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很多人误解为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嘛。其实无为是不妄为，它是不妄为，顺应自然的力量，让它流过你，就像河水流过河床，水不会攻击河床，河床也不会阻挡水，它们只是让彼此通过。Honnold 在500米高空的时候，他不是在强行征服那座大楼，他是让13年积累的技术、热爱和信任自然的涌现出来。他不是在攀登，他就是那股向上的力量本身，就像那位永远推石头上山的 Sisyphus， 石头会滚下来，他会再推上去，永远的重复。但是呢，在那个推石头的瞬间，他是自由的， Sisyphus 是完整的。那这就是人类的黄金精神，并不是为了目标，而只是因为这件事本身，他就值得全力以赴。但 Honnold 他不只是一个追求极限的疯子。当年是2017年，他徒手攀登优胜美地的那个酋长园的时候，900米垂直滑钢岩壁，3小时56分，没有任何保护。纽约时报说这是任何类型运动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那时候他和很多的攀岩流浪者一样，是住在一辆面包车里边只有一张床、一个冰箱、一个直立板，以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随时离开任何人，随时到任何地方去的自由。那时候的 Honnold 他是 free 的，是 solo 的。现在呢，时间来到2026年，这9年里边，他结婚了，娶了我们在纪录片《徒手攀岩》里边见过的 Sonny。他当了爸爸，有2个女儿 Joan 和 Alice。他在太奥湖买了一个房子，院子里边甚至埋着他父亲和祖父母的墓碑。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他搬进新家的时候，会为了洗碗机里边一个没洗干净的盘子跟 Sonny 争论，他会把一个旧玻璃杯，就是他以前那个面包车时代用过的格格不入的一个破杯子，插满笔藏在新的杯子后边。但这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时抛弃一切的那个孤独浪子了。他在攀岩界的好友也是前辈 Tommy Caldwell 说过一句震耳欲聋的话：我还是个孩子，追逐顶峰的梦想，但我也是个父亲，这意味着我不被允许去死。不被允许去死 Not being allowed to die。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常识，但对于 Alex Honnold
这是对他前半生哲学的一个彻底的颠覆。在酋长岩之前的那个晚上 ，Sony 实际上是非常焦虑的，担心他是这最后一面嘛，而 Alex 却睡着了，他还睡得很香。在他的世界观里，如果他有义务去最大化自己的寿命，那他就必须放弃图潘。但现在呢，他有了义务，他有了房子，有了 Sony， 有了 John 和 Alice， 他不再 free， 也不再 solo， 但是他昨天依然去爬了101，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其实并不是放弃了攀登，也不是抛弃了家庭，而是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Netflix 给了他6位数美金的报酬，他说这在主流运动里真的是令人尴尬的小数目。但是他也说，如果没有电视节目，大楼只要允许他去爬，他一样会去，因为我知道我能做到，而且这个很精彩。一个人坐在尖塔的顶上，这个太疯狂了。我们在贪归进化论第1季的第1期曾提到过一个概念，叫价值函数。而 Honnold 在酋长岩一役的9年之后，他的价值函数已经做了重新的校准。说白了，他内心那杆秤的刻度变了，而且也重新校准好了。这个在我们人类大脑中内置的价值函数，它并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学公式，而是一个融合了痛觉、触觉、前庭平衡，甚至肌肉酸痛感的一个全身心的一个评估系统。说人话就是说，你内心有一杆秤，用来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而这杆秤的刻度是你用身体一次一次感受之后去刻上去的。所以 AI 用效率和完成度来定义价值，但人类呢，可以用意义来定义价值。Honnold从我要征服最难的岩壁变成了我要活着回家给女儿讲故事。这并不是退缩，这是价值函数的升维。这不是从超人退化为凡人，这是他意识到他不仅是生命力量在他这具肉身中的涌现，更是生命力量从他流向 Joy 和 Alice 的通道。他的我扩大了，从他的这具肉身扩展到了这股贯穿代际的生命之流。从数学的角度说，它的价值函数并不是从攀登降级为照顾家庭，而是从1维升级到多维，既能在山顶和云端攀登，又能在厨房和他老婆争论买什么洗碗机。那么问题来了，您内心的那杆秤被什么定义了？那您的价值函数在哪儿校准呢？是公司考核的 KPI， 还是说社交媒体的点赞，或者说 AI 给你捧臭脚，还是那些用肉身去触碰、去感受、去承担的那些真实的体验？如果我们大部分的价值判断都来自可以撤销、可以重置、没有真实痛感的虚拟的反馈，那么我们怎么教孩子去面对一个无法 Ctrl Z 的真实世界？说到这里，我想聊聊我自己。老卢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经常去越野跑和高海拔徒步。但是呢，我也深深的知道，虽然在海外我们可以有最纯粹的环境和孩子一块儿去面对真实的挑战，但是和真实世界的连接并不只发生在野外。你不需要攀登优胜美地酋长岩或者这个台北101，你也不需要去 EBC 或者冈仁波齐成为一个户外党。Honnold 的岩壁是508米高的摩天大楼，而你和我的岩壁可能是每天早上6点爬起来做早饭，送孩子上学那段路，也可能是周末亲手给家人做一顿饭，或者是说放下手机坐在孩子身边，认真听他讲那个你听了3遍还觉得有点小女生的故事。那你的岩壁是不是就在那个你一直知道该做但一直在逃避的事情里边呢？Honnold 想爬这座楼想了13年，花了13年才拿到许可。台北最终批准他的请求，部分原因也许是他的申请信里提到了他的2个女儿，以及一再去强调安全性。那怎么判断一个瞬间你是真正的活着，还是只是在混着？怎么样判断这件事是不是你的大岩壁呢？我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又翻出尼采来看。从尼采的角度，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问问你内心那杆秤，如果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儿有永远的重复，你愿意吗？如果答案是是，那这个瞬间你就是活着的；如果答案是犹豫的，那这个瞬间你可能只是在混着。尼采的永恒回归是不是听起来很玄妙精深？其实说破呢也很简单，这个瞬间值不值得永恒？这件事用不用得着我专心的去做？这不是让你焦虑，而是让你清醒。在 AI 可以模拟一切的时代，
专心的活着，专心的做事，其实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能力。那这周，请问问自己，有什么事情仅用肉身就可以完成？只有用肉身才能完成，不是刷屏幕，不是问 AI，而是用双手去做，用双腿去走，用全身心去感受的那些事情，到底有哪些？那就是你的台北101。比方说今晚你能不能放下手机，完完整整的陪孩子吃一顿饭，不看消息，不刷视频，就专心的吃饭聊天，那30分钟就是你的台北101。那今天这一期其实应了台北101的景，是探戈进化论的特别篇。我们的探戈进化论系列讲的是 AI 时代怎么教育孩子，但今天呢，我想把这期送给在看的每一位家长，在教孩子用肉身去学习之前，请先问问自己，你自己的肉身还在线吗？如果你还没看过探戈进化论的第1期，强烈建议你去看。那一期我们系统的讲了肉身直觉，讲了价值函数这些核心的概念，链接在描述区和置顶的评论区。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是有价值的，请把它转给那些同样需要找回肉身的朋友。那对了，第2季第1期提问的艺术仍然在酝酿当中，我真的不想仓促的推出。上周我本想发稿，后来又被我内心的这个偏执给拽回了。对自媒体人来说，这其实不太好。这次我跟我的 AI 团队做了10几轮的苏格拉底讨论、修改、审核，目前终于快闭环了。我是 MindHackers 老卢，脚步丈量世界，思考探索内心，我们这周末见。